看美女始终是网络上舆论的热点。在国内短视频平台上，有这么一类女性非常受欢迎，那就是通过赴朝旅游网友的旅拍镜头而被人们逐渐了解的朝鲜女导游。朝鲜女导游成为最近2年的现象级网红，要从整个东亚对朝鲜女性的集体凝视开始，从平壤的餐厅服务员，再到新闻播音员，以至于在民间有一种南男北女的说法。和韩国男人整形的风潮相比，朝鲜女性天然的姣好面容以及亲切待人的举止，让不少国人心生好感。而朝鲜女人中，距离我们普通人最近的，自然就是这些官方的女导游了。大家好，我是热心读者，又和大家见面了。在节目开始前，麻烦帮我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谢谢了。在中国人的眼中，一些有名气的朝鲜女导游热度堪比一线网红，但实际上，这群人的收入相较于网红堪称云泥之别。首先，朝鲜互联网十分原始，基本没有网红这样的概念，因此他们再怎么受欢迎也没法变现，最多就是收一些游客送来的小礼物而已。在朝鲜，官方导游每个月的收入大概有1万多朝币，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补助，算下来的话，收入大概有300块左右。而300块的收入放眼整个朝鲜，已经算是货真价实的高收入人群了。在朝鲜，一份职业好不好的评定只有一条，那就是能不能接触到外汇。为什么这么说呢？朝鲜从建国开始就始终闭关锁国，活在自己的世界中。金正恩上台后，朝鲜受到国际制裁，很多大宗商品无法入境，配给制不足以满足朝鲜公民生活需要，黑市便成为人们获取生活物资的站点。而由于朝鲜货币制度多次出现贬值乃至崩溃，因此在黑市最受欢迎的货币多为美元、人民币或是欧元。由于物资紧张，基本上每个朝鲜人都要通过黑市生存，因此很多朝鲜人从小就学会了挣钱。在城里的小孩从小就是倒爷，他们天生就会从城里买来各种乡村没有的东西，再去黑市低买高卖。所以导游这种能天天跟老外接触，能挣外汇的职业，自然而然也就成为朝鲜人心中羡慕的梦想职业。不过想要在朝鲜当上一名导游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这么说吧，在朝鲜任何有优势的职业都必须要求家庭背景干净，这些职业被各个家族牢牢地把控，这么多年下来，基本形成一种类似于门阀世家的现状。想当导游赚外汇，就得根正苗红，还得有钱有势。没钱没势，家庭背景还不好的，就算条件再优秀，也不可能担任这个职位。正因如此，很多在朝鲜旅游的游客都能听到本地人频频发出这样的抱怨或祈祷。很羡慕能跟外国人流利交谈的导游，想考上旅游学院成为一名导游。没有人知道朝鲜到底有多少人从事导游工作，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数字在2555万人的朝鲜绝对不会超过1万人，不到1/1000，因此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中之龙。朝鲜导游只受雇于官方旅行社，他们大部分会说英语、中文、日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法语。根据一些欧美旅行机构资料，这些朝鲜导游从事旅游业之前，大多就读于平壤专门负责旅游专业的学校和各类外国语学院，每个都是拔尖人才，但是人才身上责任也非常重大。这些美丽的女导游可不是每天带着游客吃喝玩乐这么简单，一旦看不住游客，导游可是会没命的。每天早上6点，导游们就要准备清早叫醒服务，他们一大早就会在酒店内张罗一天的旅游行程准备，不但要提前确认日程的各种项目，还要打电话确认参观博物馆和餐厅的各种事项。这些只能算是本职工作，虽然比较累，但最起码没有危险。朝鲜导游真正害怕的其实是和游客沟通。2019年，一些西方媒体记者乔装成游客，在朝鲜旅游时秘密录音录像，当事人为了获取素材，用专业设备录下了与朝鲜女导游私下里的谈话。看过之前读者介绍朝鲜奇葩规定的那期观众一定知道，朝鲜是个对游客要求相当严苛的国家，游客拍下照片都要经过审核后才能保留。而朝鲜人关于朝鲜现状的录音，这东西要是被发现，导游被当场枪毙都大有可能。事后这名女导游因为过激言论差点被判处死刑，而记者因为有西方政界撑腰，带着资料潇洒回国，仿佛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个例。2013年，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斯维尼冒充博士研究生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群学生一起进入朝鲜，他的目的
是为 BBC 黄金时段的全景节目取材做报道，没想到这一消息爆出后立马翻车，媒体批评该记者不但将同行的学生置于危险境地，而且同行的朝鲜导游也有可能遭到重罚。所以虽然朝鲜女导游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在这些人工作的时候，可是每天都要提心吊胆的，生怕自己被分配到有歪心眼的游客。除了提心吊胆的工作之外，曾经有一份数据调查显示，朝鲜女导游这个群体内35岁后还没有结婚的比例达到惊人的 43%。 这个数据别说是朝鲜，哪怕是放在隔壁不婚不育的韩国都相当夸张。而朝鲜女导游嫁不出去的原因主要有这么几点。首先，朝鲜女导游的工作实在太忙，每日面对很多外国游客，陪着游客逛各个景点，能够真正闲下来的时间很少，而且有时带团游客一多都难以请假，在旺季时还有导游不足的情况，因此这些人就很难抽出时间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一直拖延下去，自然就出现了大龄单身现象。其次，朝鲜导游本身条件就好，无论是面容、学历还是家境，再加上工作面对众多外国人，见多识广，阅历高，所以他们找对象要求自然也极为严格。朝鲜人结婚本就很讲究门当户对，朝鲜导游也是如此。当地人喜欢3种裤子，分别是当过兵的、入过党的和上过大学的男人。这些人在朝鲜社会地位高，能分配的工作也好，不过这类男人也很挑剔，女多男少情况下，优秀男人在择偶市场的主动性很强。朝鲜导游看似很优秀，但是工作繁忙，整天要早出晚归的，根本就无暇顾及家里老小。而朝鲜男人比较喜欢顾家的女人，又普遍大男子主义，完全不做家务，所以他们对于导游这种整天不在家的职业很抵触，更喜欢找那些能够按时上下班的贤惠女子。以上就是朝鲜女导游单身率极高的原因。为了改变难嫁的现状，不少朝鲜女导游在结婚后都会主动辞掉工作，往后再申请分配到其他工作，以此来保证家庭和睦。至于很多人好奇的中国人到底能不能娶到朝鲜女导游这个问题，读者可以这么回答：对于见过世面的朝鲜女导游来说，中国男人确实适合结婚，不过他们不会找中国人结婚。首先就是中国男人作为游客只是短期待在朝鲜，一般就4-5天，久一点也就1周时间，就算认识了，往后也无法深入，因为在朝鲜网聊和打国际电话都是违法的，没有长时间的深入了解，双方当然无法贸然恋爱。而且朝鲜人在结婚上特别听从父母的话，朝鲜当地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思想普遍比较古板，对外国人很抵触，就算是对中国人也是如此，哪怕父母开明，也很少会有女儿外嫁，因为朝鲜的户籍政策十分严格，跨区走动都很难，更别提出国了。金正恩曾经规定朝鲜女人不能外嫁，想要通过正常手段娶到一个朝鲜女人，必须向政府部门提交申请，条件也十分苛刻，要么是朝鲜投资几百万的生意，要么就是有技术直接移民。这2条大多数游客应该都很难做到，所以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朝鲜女导游自然知道，就算自己愿意也根本嫁不出去，所以他们干脆就不会跟中国男人进行太深的交流，只能本着专业态度将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好了，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